嗨，我是 Cindy，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暑期到了，很多小伙伴应该都计划了出国旅行，所以今天这期视频，我想趁热打铁来分享8个坐飞机出行时的常见错误，都是从我多年的飞行经验和血泪教训中总结出来的，也会分享一些我的亲身经历，尤其是第6个是我犯过最烧钱的一次错误，希望能帮你们避开这些坑，让旅途更顺利、更省心也更省钱。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欢迎订阅我的频道。除了生活和家居，我也会不定期分享关于旅行的实用好物和技巧。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分享。把重要物品托运真的是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错误。我说的重要物品包括证件、信用卡和现金、家钥匙、车钥匙、每天要吃的药品，还有贵重物品，比如手表、珠宝、包包等等。托运行李一上传送带，这些东西就不在你的控制范围内了。可能会遇上行李延误、丢失、被错拿，甚至被盗。像我和我老公有一次在阿姆斯特丹转机回南特，得知行李延误的时候，我老公突然大叫一声 ：“Merde！ 我的护照和车钥匙都在行李里！”我真的是又好气又好笑，因为我们回家要开40分钟的车，车还停在机场的停车库，家门钥匙锁在了车里，车钥匙在托运行李里，所以我们手上一把钥匙都没有。最后只能在机场租了一辆车，开回家找到备用钥匙，再开回机场取到自己的车，再开回家，花了大半天，外加好几百欧的租车费，保险还不赔。而且现在每次带托运行李出行，我一定会把至少2天的衣服、袜子还有洗漱品都随身带上飞机，这样就算行李延误，我也可以应付几天。这点很容易被大家忽略，觉得是可做可不做。但尤其是坐廉价航空的时候，如果你没提前办好值机、拿好登机牌，就可能还要额外花钱。我有一次坐 Ryanair 忘了提前在线值机，结果到机场柜台打印登机牌，被收了55欧，都超过了机票一半的价钱。除了省钱以外，提前值机还有很多好处，比如下载航司的手机应用，完成值机之后，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登机口变更、航班延误等等的重要通知。如果你有托运行李，有的航司 App 还能实时更新你的行李状态。一个小 tip 就是记得把电子登机牌截图保存，这样就算断网或是 App 加载不出来，也能顺利扫码登机。提前值机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很多航司会超售，如果你提前值机选座，某种程度上可以提高你的登机优先级，避免被挤掉上不了飞机，影响行程。过安检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很 stressful 的过程，哪怕你到得很早，一旦站进安检的队伍，安检员还有后面的一双双眼睛盯着你，压力就莫名而来，很容易手忙脚乱。所以提前准备合适的穿着和打包方法，真的能减轻很多焦虑，高效过安检。穿衣方面，尽量避免一定会被要求脱下的鞋子，比如靴子、厚底鞋这些。拉长过安检的时间不说，赤脚或是穿着袜子走在几千人踩过的地面上，对我这种有轻微强迫症的人来说，真的非常难受。另外，在打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容易被要求拿出来的物品放在行李或是背包最容易取出的位置。所有液体可以提前统一装在一个透明袋里，普通的保鲜袋就行，放在包包的最上层，需要取出的话可以秒拿秒放。第4个错误是过了安检就立刻放松，开始游荡、购物、吃饭。但这个时候最应该做的事是立刻去确认你的登机口位置。有些机场，特别是转机的时候，还要再过一次安检才能到你的登机门。有一次是我和我老公从吉隆坡转机回上海，转机呢有1个多小时，我们就在航站楼一个大型的购物区逛游吃喝。登机5分钟之前，我们吃饱喝足，打算慢慢的晃到登机口。结果突然发现还有一个安检口，而且到登机门还要走10几分钟，我们真的是上一秒悠哉悠哉，下一秒就心跳和肾上腺素狂飙。所以无论你提前多久到机场，第一件事情就是确认登机口，真的走过去，亲眼看到那个数字就在那里，才可以踏实的去做别的事情。尤其在欧洲旅行，很多人都会选择 Ryanair、EasyJet 这类联航。虽然一开始票价看上去很诱人，但各种隐藏费用加起来，可能会让最后的花费翻倍。
选座费、登机牌打印费、线下值机费等等。而且联航对行李的件数、大小、重量都要求得很严格，超限就可能被强制托运，价格甚至比一张机票还贵。所以如果你想带正常大小的登机箱，可以选座，又需要托运行李，尤其是2个人可以共用一个托运行李的，那买机票的时候也不要忘记查看普通航司的价格，可能并不会贵多少。如果买了联航的机票，那就记得一定要提前值机、上传证件、提前称行李、量尺寸，包括你的背包。这真的是我目前犯过最贵的错误。很多人会注意出发地和目的地之间的时差，但最容易忽略的其实是中转机场的时差。比如欧洲就横跨3个时区，美国境内也有时差。我最惨的那次就是从格鲁吉亚的首都第比利斯在莫斯科转机回国。飞机上呢，我和隔壁小哥聊得很开心，因为他的职业很特别，是电子烟的调味师。我们一路聊到下飞机，一起过了安检再分别。我看时间绰绰有余，就去了休息室，一边吃吃喝喝一边打电脑。结果过了好久，我发现休息室里面越来越空，我就去前台问什么时候开始值机。工作人员瞪大眼睛看着我说，Your plane is already in the sky。 我一开始还以为他在跟我开玩笑，他说我们还广播找了你很久。我当时真的是犹如晴天霹雳，简直原地石化。后面我才意识到是因为我忙着跟小哥聊天，所以忘记调手表的时间了，电脑也没有自动同步时区，而第比利斯和莫斯科之间呢有1个小时的时差。结果因为我没有俄罗斯的签证，不能出关，行李又还在俄航的手上，所以不得不花了2万多人民币，又买了一张2个小时之后飞上海的航班。没错，2万多，单程经济舱。我现在想到心都还在淌血。所以大家千万要记得提前查清楚转机地的时区，一下飞机立刻联网更新手机时间，机械表也记得调时差，我就是前车之鉴。虽然大多数人都不想在转机机场浪费太多时间，但如果把转机的时间安排过紧，前续航班发生一点延误，就可能让你全程紧张，甚至可能导致错过之后的火车、酒店，打乱行程。特别是在大型枢纽机场，你很可能还要换航站楼，再过一次安检，甚至过海关，外加罢工或是其他突发状况。我之前从土耳其回法国， KLM 推荐了一个在阿姆斯特丹只有50分钟转机时间的航班组合。我当时就很将信将疑，因为已经吃过一次亏了。但最后呢，我们还是觉得既然航司敢这么安排，那应该就是没有问题吧。结果大错特错，第一班飞机延误了10分钟，我们不得不在20分钟内完成换航站楼、过海关、过安检，拖着行李背着背包绝望狂奔。最后人是赶上了，但托运行李又没赶上。所以一般建议尽量留至少1个半小时的转机时间，给前续航班的延误预留一点缓冲，不要过于信赖航司推荐的转机组合。我们总是把旅行和美好的经历联系在一起，不会做最坏的打算，也觉得能省则省，保险是不必要的开销。但我只能说，意外它就是意料之外。我之前在伦敦被飞车抢了刚买的 iPhone， 还好我有保险，拿着报警记录提交了保险资料，2周之内就收到了全额赔付。虽然我的心理阴影无法被补偿，但至少没有经济损失。航班延误、行程取消、盗窃、事故等等，如果发生，钱包就可能也要大出血。一份保险至少可以帮你止损，也让旅途更安心。而且有时候你的信用卡年费可能就包含了旅行险，所以记得出行前仔细查阅条款，而且一定要用那张卡来订机票、订酒店，这样保险才会生效。以上这些错误你们有没有犯过呢？或是有什么想补充提醒大家的，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给我点个赞，留言支持一下。也祝大家暑期旅行愉快，我们下支视频见，拜拜。